哎，兄弟，看看我这个发射器，刚装的 LDX 包厢，这个单拉真的舒服。没想到啊，你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开始挥拳了。我们要抵制金波，抵制你！谁敢用金波就砸烂谁的狗头！神经病！嘿，哎，这波箱打折了，我也赶紧来一个。国际著名水弹慈善企业卢弹堂最近新出了这个 LDX 金属分体2号波，闹的是满城风雨啊，引起了水圈两派水友的激烈讨论。说实话，我一开始不是太感冒，因为我本身不是那种追求极限的玩家。那现在的尼龙波箱呢，我用的也挺安逸的，金属波壳对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啊。但很有意思的是呢 ，LDX 刚刚发售不过几天的时间，现在销量已经过千了。看来沉默的大多数还是选择了真香吧。那 LDX 分为基础版和高级版两款，主要差别呢就是内置了机械开关和电子火控。建议要玩当然是一步到位嘛，来一个高级版试试水。LDX 是首款单独发售的带有完整功能电子火控的水弹2号波，包装盒上 Advanced 表明了高级版的身份。左下角用一行小字标注着 Only for Gear Blaster， 想要铤而走险的水友还是别动小心思了。盒子里有一本电子火控模块的快速入门指南，详细介绍了火控的功能和使用方法。原厂附带一个适配机蓄机匣的3通，想要升级移注齿的话呢，可以用包装里附送的小磁铁安装在新的齿轮上。波箱为上下分体结构，铅芯合金外壳，使用圆头和平头两种内六角螺丝固定。虽然没有使用内嵌螺帽，不过金属外壳的公司应该不用担心滑丝的问题。黑色上身加上红色下身，通过设计好的轨道卡扣固定。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天梯和拉桥都在自然放松的状态，下身大齿需要转到下方才能合波。波箱外观非常整洁，两侧没有外部走线，电源使用小天宫接口。黑色上身安装了带有散热纹的金属气缸，顶部预留了机具标配的回膛轨道，可以适配机具自家的回膛套件。金属快拆尾顶需要6号内六角扳手打开，没有预装平面轴承，差了点意思啊。弹簧线径 1.2 毫米，螺距10毫米，18圈总长度155毫米，主流水平的规格。前端的弹匣供电底座是快拆结构，自带2种触片安装槽，主要适配的应该就是陆弹堂自家的416和 MP5 两种弹匣。这个弹匣供电线很细，而且焊接不够扎实，拆装了几次就出现脱焊的现象。据说新出厂的批次已经改进了工艺。下身除了印着 LDX 的型号标识，还有独立的波箱编号，红色漆面颜色很正。虽然对性能没什么帮助啊，但谁不想自己的玩具做工精致一点呢？正反两面6颗8毫米轴承，使用了带有滚珠保持架的型号，兼顾了齿轮运转顺畅和稳定性。波壳上还预留了双面快慢机的孔位，想要装在 MK17 上也没有问题。因为由电子火控代替了传统机械开关，快慢机片拨起来没什么阻力。扳机金属材质，扳机力适中，扣下去可以听到微动开关的咔嗒声。作为首款量产型的水弹金属波箱， LDX 的重量超过520克，比常见的尼龙波箱重了1倍以上。铅芯合金的外壳最薄的地方也有2毫米左右。虽然这种材料经常被人诟病啊，不过高标号的铅芯合金还是比尼龙的刚性要强得多。分体结构可以很方便的检查齿轮和天梯拉桥的状态，对于调齿有一定帮助。金属外壳的一大优势呢，就是相对尼龙来说形变极其微小，高速状态下更加稳定，寿命大大增加。遗憾的是，虽然波箱为上下分体设计，但榫卯结构的拆装方式没法实现剪刀分体。打开波箱可以看到，内部使用了14齿的金属天梯，气筒上方有空挂回膛套件预留的开槽。下身3颗金属反压齿，原厂已经进行了预调，18:1的齿比是目前很常见的配置。和普通版本不同的是，扳机组上方没有使用常规的机械跷跷板，取而代之的是陆弹堂和碧尔合作推出的电子火控芯片。这套芯片目前陆弹堂也有单独发售，不过对于和我一样的手癌患者，买组装好的 LDX 成品肯定是更好的选择。可以看到大齿上安装了一颗感应磁铁，配合芯片上的霍尔传感器，用来检测齿轮和天梯的位置，控制电机刹车。
对于这个级别的波箱，没有使用更高齿比的钢铁齿，有点美中不足。可能作为量产波箱来说，稳定性方面的考虑更多一些。波箱采用标准 AEG 尺寸，可以适配市面上绝大部分标准 AR 机匣。LDX 可以支持 7.4 到16伏的电压，电机也没有特殊要求。分体波箱安装很简单基本上只要有手就能装得进去，非常适合我这种手癌患者。装进发热器以后测试，初速稳定在80左右，波动非常小。需要注意的是，半自动装置下火控的频繁刹车，电机发热会比常规波箱大得多。这套芯片还有很多其他功能，比如插弹匣自动预供、3连发、4连发甚至5连发，以及我最喜欢的双程单发功能。扣下和松开扳机分别可以激发一次，实现半自动射击下的超高射速。火控芯片的体验可以说是秒杀了机械快门机，每一次激发都可以让天梯迅速精准归位。半自动射击的稳定性远超跷跷板结构，刹车功能让波箱运转没有一丝拖泥带水，声音非常清脆。很多水友熟悉的 No Full Auto in Buildings 下场视频当中主角用的发射器就是使用了火控芯片才实现半自动下的鬼畜射速。从当初的下供回圈到分体回圈、二波回圈，再到后来的 P1 回圈，薛定谔的回圈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其实新合金波箱在 Airsoft 界早就已经不是新鲜东西了，很多上古玩家甚至对它嗤之以鼻。不考虑极限改装的情况下，目前的尼龙波壳呢，实际上已经可以满足红线以下绝大部分改装需求。所以显而易见的是，装上 LDX 并不会让你的发射器突破水弹极限。但作为一款量产型的成品波箱呢， LDX 尤其是带有火控的高级版，对于有升级需求的老鸟能提供一个更加稳定优质的平台。对于初次尝试自组的新手LDX 也是全新的一站式解决方案。至少刚性波壳可以更好的避免扫齿这一点，就能让新手体验大大提升。就像 LDX 包装上印着那句话 The New Generation， 或许这是个全新时代的开端，谁知道呢？大家对撸蛋堂推出的这款金属波箱有什么看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注意一定要理性讨论，不要兑现。想要了解更多发射器相关的信息，建议你立即扫码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并且下载 SP- 水战论坛。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再见。